从程毅的哭戏聊聊，内娱到底还有没有人愿意瞅着演所有人都在夸程毅演技炸裂。我今天要说一句可能会让一部分人不舒服的话，光夸哭的真实是对他这场戏最大的低估。各位好，最近长安24季开播，热度不小，很多人本来是冲着刘奕君去的，老戏骨嘛，冲他去完全没毛病。但结果呢，第一集播完，全网讨论最多的不是刘奕君，是程毅，准确的说是程毅的一场哭戏。我先简单说一下这场戏的情况。程毅演的角色叫谢怀安，背负灭门之仇。第一集有场戏是他跪在父亲坟前，雪地里，黑衣湿透，从头到尾情绪层层递进，颤抖、压抑、崩溃，最后哭到干呕。网上传的最多的一句评价是什么呢？看他哭我既心疼又害怕，感觉下一秒他就要提刀去报仇。这场戏确实好，这个没什么争议，但是这就是今天我想聊的核心问题。围绕这场戏的讨论方式，暴露了内娱一个很深层的问题。我把这期视频分成4层来聊，从表面往里面包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东西；第二层，媒体和营销号没告诉你的；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；第4层，这件事对程毅和整个行业意味着什么好。我们从第一层开始，这场哭戏好在哪？网上分析已经很多了，我用我自己的话再梳理一遍，尽量说的具体一点。第一，他哭得不好看等等，这是夸他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内娱的哭戏是什么审美？梨花带雨，一滴泪沿着脸颊慢慢滑下来，光打得刚刚好，镜头给个特写， BGM 一起，完美，对吧？很美，很上镜，截图出来可以当壁纸。程毅这场完全不是这个路子，眼睛充血，鼻涕横流，手指因为用力抓得发白，身体在抽搐，哭到后面呼吸都不稳了，有种缺氧的喘息声。说句不太好听的，很狼狈。但恰恰是这种狼狈，让你觉得他不是在演哭，而是这个人真的在痛。第二个好的地方是层次，不是上来就好，他的情绪是有曲线的。一开始是压着的，那种咬着牙不想哭的状态，然后压不住了，开始颤抖，再到彻底崩溃。你能看到一个人从忍到忍不了的完整过程。这个东西很难演，因为一旦节奏不对，要么就显得在酝酿，就是那种观众能看出来你在准备哭的状态，要么就是直接跳到崩溃，中间没有过渡。程毅这场的节奏控制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。第三，有个细节很多人提到了，据说他为了这场戏提前3天几乎没怎么睡觉，为了保持眼睛的充血状态。这个信息我没找到特别权威的出处，但如果是真的，这就不仅仅是演技的问题了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我们后面会聊到。好，第一层说完了。长话短说，这场哭戏在技术层面确实很好，情绪真实，层次清晰，身体细节到位，这些是看得见的东西。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来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网上关于这场哭戏的讨论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套路？几乎所有的营销号和评论文章，包括我看到的那篇原始稿件，都做了同一件事，拿程毅去对比另一个演员。具体是谁，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里的哭戏，这个对比本身其实怎么说呢，不太公平。我直说了，这2场哭戏的角色背景完全不同，情绪类型不同，导演要求不同，甚至摄影风格都不同。拿来直接放在一起比，说一个真实，一个有距离感，这个逻辑链是跳跃的。说到这里，我要稍微跑个题，但跟今天的话题有关。内娱有个现象，我观察很久了，每次要夸一个演员，都非得踩另一个才显得夸得有力度，好像不对比，不分出高下，这个夸奖就站不住一样。但问题是，不同角色需要不同的表演方式，这是表演的基本常识。你不能说一个角色需要哭得狼狈，另一个角色哭得克制唯美，就得出结论说前者演技比后者好。这就好比你说一个厨师做的川菜比另一个厨师做的粤菜辣，废话吗？菜系都不一样。所以程毅这场哭戏到底好不好？好，非常好，但他好不需要通过踩别人来证明。
他的好是自己立得住的。而且老实说，这种对比式的营销对程毅自己也没有好处。因为一旦讨论变成了谁哭得更好的粉圈战斗，真正该被看到的东西，就是程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投入，反而被淹没了。这部分我不是在替谁说话，我是觉得这种讨论方式本身有问题。好了，拉回来，现在进到真正有意思的部分，为什么程毅这场哭戏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？你觉得仅仅是因为他演得好吗？不完全是。说白了，是因为内娱的好哭戏实在太少了，少到当一个真正好的出现时，大家反应过度了。这背后有几个原因，我一个一个说。第一个原因，偶像包袱。现在的年轻演员，特别是有流量基础的，哭戏有个共同特征，哭得很好看。我不是说好看有错，但你会发现，很多人的哭戏是设计过的美。眼泪在什么角度落下来，脸上的表情有没有扭曲的太厉害，嘴巴有没有张得太大影响颜值，这些东西你仔细看是有控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剧组也好，经纪团队也好，演员自己也好，都知道一件事，你哭戏的截图明天就是微博热搜的物料。物料好不好看，直接影响讨论度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博弈。你真实的哭，鼻涕眼泪一起来，脸皱成一团，截图出来可能不好看。但你美的哭，截图出来很仙，很有 feel， 粉丝会疯狂打头。程毅这次做了什么？他选了前者，毫不在意偶像包袱，哭得狼狈，哭得丑，哭到整个人失控。这个选择本身，注意啊，我说的是这个选择本身，在当下的内娱环境里，就已经是一种态度了。第二个原因，内娱的演技通胀啊。对了，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，你们别去搜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演技好这个词在内娱已经被严重滥用了。随便一个流量小生拍了个不孝的镜头，营销号就说演技炸裂。一个女演员哭了一场，粉丝就说这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。好家伙，照这个标准，满大街都是影帝影后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当所有人都被夸演技好的时候，演技好这3个字就不值钱了。就跟通货膨胀一样，钱印多了就不值钱。所以当程毅这种真正有细节、有层次、有身体感的表演出现时，观众的反应才会这么强烈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超出常理的事。说句老实话，一个专业演员用身体去完成一场高难度情感戏，这本来就是演员该做的事，但偏偏在当下的环境里，该做的事变成了稀缺的事，这个落差才是问题的核心。第3个原因，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说，算了，直说吧。内娱的评价体系已经被粉圈严重绑架了。一个演员的表演好不好，现在第一波定义权在谁手里？粉丝。粉丝说好，数据就好看，路人跟着看，觉得好像还行。粉丝说不好，或者对家粉丝说不好，那负面评价满天飞。专业评价呢？影评人呢？导演同行的评价呢？有，但声量太小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程毅能不能被公正的评价？说实话，我不确定。他的哭戏确实好，但如果有一天他的某场戏没有达到最佳状态，注意，每个演员都会有这种时候，到时候评价还会这么客观吗？我不知道。但这已经不是程毅个人的问题了，这是整个评价体系的问题。换谁来，结果都差不多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得有点远了，拉回正题，最后一层，说点实际的。对程毅个人来说，这场哭戏的意义远不止热搜第一这么简单。你们想想他的发展路径，程毅早期最出圈的作品是什么？琉璃、古偶，帅，有 CP 感，能打，这是他最初被市场记住的标签。但古偶小生这个赛道，你们也知道竞争有多激烈，每年都有新面孔出来，观众也在期待更多元的尝试。如果一直留在这个赛道，天花板是看得见的。程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从莲花楼开始，他就在做转型，或者说在拓宽自己的戏路。长安24季更是一步跨到了正剧悬疑的方向。这个选择需要勇气，因为你的核心粉丝群可能更想看你谈恋爱，而不是在雪地里哭到干呕。
但这场哭戏恰好证明了他有能力在这个新赛道上站住脚，而且不是勉勉强强站住，是真的给出了让人记住的表演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也有个类似的案例。张新成从小清新转型，赵丽颖从古偶花旦转型到风吹半夏的现实题材。转型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在新赛道里拿出一个锚定作品，就是让观众重新定义你的那一部。长安24季如果最终质量过硬，这场雪地哭戏很可能就是诚意的锚定时刻。对行业来说呢，我的判断是这样的，诚意这场戏不会改变什么大的行业格局。一个人的一场戏改变不了整个环境，这不现实。但他做了一件小事，他提醒了一部分观众，原来真实是可以比好看更有力量的。这个认知上的松动，可能比任何一个热搜都重要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这2年观众其实在变化，之前是帅就行，甜就行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演得像不像一个人。弹幕里好真实有代入感这种评价越来越多，好帅好美虽然还是多数，但占比在下降，这是一个慢慢的渐进的变化。诚意不是这个变化的原因，但它赶上了这个变化，这是时机，也是能力。读到这里我差点就结束了，但还有一个小点我想说。有个细节，如果那个3天不睡觉保持眼睛充血的说法是真的，它指向的不是方法演技或者什么高深的表演理论，它指向的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，敬畏感，对角色的敬畏，对表演这件事的敬畏。在一个大家都在抢档期、赶进度，一年接4、5部戏的行业里，有人愿意为一场戏把自己折腾3天，这个事儿本身分量很重。好，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我开头说光夸哭的真实是对他的低估，现在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意思了。这场哭戏好，不仅仅好在真实，它好在一个演员在所有人都选择安全的时候，选择了冒险。放弃偶像包袱是冒险，转型正剧是冒险，用身体而不是技巧去完成一场戏是冒险。而在当下的内娱，敢冒险的人，说实话不多。所以我不想只是简单的说诚意演技好，我想说的是他做了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到底能带他走多远，现在谁都说不准。但至少在这场雪地里，他证明了一件事，他不只是一个好看的流量，他是一个愿意把好看扔掉来换好演的演员。这个才是最值得说的，你们怎么看？评论区聊聊。如果你也关注内娱演技这个话题，点个关注，后续还有不少想聊的，我们下期见。